我们之前在瑞娜杨那一期有一位粉丝叫神代 Emily， 她说想让我们聊一聊追名林清真儿语语义，然后我今天还特地看了一下，她还没有 unfollow 我们做完以后就发现她已经 unfollow 我们，那就太没面子了好，今天我们就主要聊儿语语义。大家应该都知道哈，就是他是追名林清的老公，然后他也帮追名跟东京事变拍过不少 MV，但是其实如果要聊他的东西的话，真正绕不开的并不是那些 MV， 而是他帮优衣库拍的一系列的广告，叫做 Uniqlo。你听过吗 Uniqlo？ 我还真没有哎。Uniqlo 是 Uniqlo 在2007年到2009年他推出的一系列广告，总共拍了6季，全部都是由儿语义负责导演的。这个广告其实是在业内非常有名的，是属于很厉害很成功的营销案例。他前后跟广告行业相关的那个奖项他拿了20多个，就包括现在儿语他自己官网上把 Uniqlo 是放作他自己很重要的一个履历的。但其实 Uniqlo 最重要的人物并不是儿语义，是一个叫田中耕一郎的人，他才是 Uniqlo 这一个企划最核心的人物。我也蛮想就是听你给我介绍一下说这个系列的前世今生到底是怎么回事。好，既然你有这个要求，那我一定会满足你，不过下一期所以你不想聊这个吗？我聊的我很错愕就你看的是它直接的广告，但其实 Uniqlo 是一个非常完整的广告企划，所以这个其实单独可以再讲一期。好。抛开创意看，你就只看它作为一个影像来说的话，而我真的觉得这个构图狂热者，几乎每一个画面他都在非常努力的把他的构图做到极致。我同意。其实他另外的一些作品倒不一定会给我这种感觉，但是就是因为他有clock 的这个概念，而且就是他全程就是舞者在以那种很匀速的很快节奏的 pace 在不断的跳舞，然后再加上画面的切换和他色彩方面的安排啊什么，给人非常一种很干净利落，然后一点都不拖沓的那种，对，啪啪啪啪啪啪一直到最后的那种感觉。对，所以其实我非常喜欢这支广告的原因，就是因为它的构图就是让我想起流水生产线。虽然目前来说哈，流水线并不是一个好词，但是对于便利性或者是快捷性来说，我觉得它是一个优点。其实我刚才也想到流水线这个词，就是听起来好像有点贬义，但是你要去表现这种流水线的感觉或者是概念的话，其实真的是需要有一定想法的。你不能把它表现得太具象，但是又不能把它表现得太抽象。然而就是优衣库给人的感觉其实就是批量生产，然后是非常的标准化。对，只是比较可惜它这个企划在2017年就彻底就下线了。如果在2017年的话，上它那个网站还是一直可以看到。我很好奇的是它这个系列传播的形式是什么？是会在电视上面比如说剪成一小段然后在电视上面放的吗？还是说是特别拿去送去评奖的那种？相反不，它纯靠互联网。大概是在2008年的时候，我就在豆瓣上知道了 Uniqlo，而且当时其实我还把这个有下载下来，然后做了一段时间我的屏保。后来我发现每天看一群人在跳舞我也有点烦，然后最后还是把它给卸载了。所以这个算是他上升期的时候的一个代表作。对，但我也觉得他这个作品其实真的非常代表他早期的作品风格。就是非常在意构图，非常的干净利落。Shilo Chair Systems 也非常有儿语的想法的特色，就是他做了像多米诺骨牌一样的那个东西，就是一个装置带着另外一个连环机关的那种感觉。他就想用这个广告，就是说好像表现出只要我们喝了这个酒，然后快乐就会被传染，然后快乐是一种连锁反应。对，但是他就通过这个机械，然后把这个连锁反应给具象化了。这个我就觉得是他比较后期的，但是同样也体现他工整性的这一块的一个特色的广告。对，我觉得你用工整这个词我觉得还用的蛮好的。其实像希洛跟那个菲利兹这两个，我觉得可能有一些产品的广告它是用情绪上的感染力在说服消费者，但是我觉得这个是他在用一些形式或者是用一些表现力先去抓住观众的注意力，然后再让观众可能需要去做一些阅读，怎么说去做一些理解和消化，但是理解以后就会觉得这个导演其实是很走心的在表现一些东西，在传达一些信息。我觉得撒尤那拉国立竞技场这个已经是后儿语时代的尖端之作吧，我可以这么说，因为毕竟这个是日本体育总局给他的一个任务，因为当时国立竞技场不是要拆了吗？
然后为了明天的事儿我们在奥运会开的头一天录今天这一期。我也是昨天才意识到然后你看哈，他在这个里边，他直接用数据，或者是说用一些更尖端的科技来表达他的是数理性了，比如射箭射出去，它所有相关的参数，然后他用点动态追踪来把这个动态给影像化。另外一方面，我其实想说的是，他可能也想通过这个来展示原本的东京奥运会。可能我们会看到更多的用科技来解读，大家更看得懂所谓的更高更快更强。当时还是非常 ambitious 的。东京的那个8分钟，我真的觉得有一点点唏嘘。我当时看了以后，我是真的非常非常期待的，没有想到。好，那就顺其自然，真的是要讲讲东京8分钟了。众所周知啊，当然也可能不是众所周知。东京8分钟的音乐总监是追名林檎，然后东京8分钟中间的那段视频就是二月1日拍的对，有那么一点点姐妹篇的那种感觉，但是呢又有一点不太一样。白话一点说的话，就是国立竞技场科技感更重，或者说让我觉得更酷一点，但是里约奥运会的那个闭幕式的那个8分钟让我有一种就是稍微来说更加亲切，或者是更加热情更加热血一点的那种感觉。对对对，很妙的一点就是东京8分钟它最后的那个 ending跟那个 Sayonara 国立竞技场它用的是同样的，就是很多运动员冲出来了那种感觉，是因为1964年东京第一次办奥运会的时候，他们的最有名的那张海报也是这样子的等于说这两张都有点在致敬1964年的东京奥运会。对，但这里我要讲2个小插曲了，就算是随便八卦一下哈。这张海报是一个叫做龟仓雄策的人设计的，这个龟仓雄策是非常厉害的，就是已经是很 top 的那种人。然后呢，好像传说他就忘了 deadline 到底是哪天，而且在 deadline 那天他好像一直没有接到电话，还是说他手机掉了怎么样。当他突然想起来他要交稿的时候，他距离 deadline 其实只有2个小时不到了，然后他就2个小时之内真的就把这张海报给设计出来，然后交了上去。然后这张海报交上去了之后，大家都觉得哇棒，然后就把它定为了1964年的最重要的一张海报。你这么一说，我觉得我非常理解，就是1964年在我们这边，然后这一届肯定会比之前那一届更好。然后呢，另外一个八卦呢，就是2012年的时候，东京事变又发了一首歌叫《不寻常的关系》，然后他那个 MV 里面也出现了这场1964年的夏季奥运会，然后假扮运动员出场，然后这首歌呢又恰好也是儿玉一导演，所以其实是不是他已经不止一次对这张海报有做致敬的感觉了？我觉得你好有道理也有可能是因为他对这个龟仓雄策他是有一定的情节在里面的，决定让他来做以后，他马上就想到的就是我们应该再回去致敬这一张海报。而且他除了拍广告之外，他其实就像我刚才说，他也拍 MV 嘛，除了东变跟苹果，他也帮 Perfume 拍过嘛，然后帮星期三的詹帕雷拉，然后 Baseball Bell 嘛。但其实我看了他很多作品之后，我觉得在广告里面他几乎是很难投入他自己的情感的，或者他投入他自己的过多的一些就是我们审美倾向，但是在 MV 里边他就可以投入。然后我发现他可能投入最多情感，或者是说如果让我帮儿玉一挑 MV 代表作，我可能会选东京事变的3分钟，还有近几年来真的让人非常印象深刻，就是他老婆追命林檎跟宇多田光合唱的只有2小时的假期。至于为什么下期告诉你。没啦这个 MV 最早出来的时候，然后很多人都还有点心疼儿语，就说明明是3个人的电影，我却不能有姓名。但实际上这整个 MV 就全部都是儿语的爱好跟趣味还有脑洞，夹带私货超级夹带的一支 MV。